你知道吗？人生凡有大的转机，必经大的磨难。要是你境遇糟糕，诸事不顺，那其实就是在经历天启。天启就是上天的指示，一旦你了悟，就能身心通透，外物不侵，让你明白一些道理，觉醒自我。我们常说大病一场，方知人情冷暖，情感破裂，才能够看透人心。很多人经历过生活的巨变，忽然想通一件事儿，放下一段情，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之后，他的人生就会逆风翻盘，涅槃重生。地球正在进入能量大升级时期，三维的物质世界正在坍塌，四维的精神世界即将到来。人类是时候觉醒了，进入更高维的世界。如果你再不升级自己的思维和境界，那么所有的痛苦都会找到你。离火大运，历劫下凡的天命之人，属于你们的时代要到了。天选之人，顾名思义就是老天爷选中的人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高人。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是上天的孩子。他心软善良，内心通透。他们来到人间是为了历劫，或者带着重大任务而来，也被称为天选之子。正因为他们的非凡身份和使命，他们的人生也会付出很大代价。天命的人压不住，因为带天命的人天生就是不平凡的人，无论起初多么平凡，到最后终会有契机指引他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成功。这个宇宙间隐藏着许多被上天选中的人，他们或许并不在人群中显眼，或许甚至默默无闻，但他们却是那些被赋予了改变人类认知、推动社会进步使命的伟大存在。他们内心纯善，乐善好施，视众生之痛若己有，众生之乐若己欢，悲天同高，悯人同身，心怀天下，胸襟广博，情感细腻，且勇往直前，实践造福于给予众生的使命。他们身处尘世纷扰，历经风雨洗礼，仍能保持高尚之心性，不失志向，怀有慈悲之心，渴望拯救世人。他们处于困境之中，心通圣人之道，经年累月的磨练后，已能安然面对风浪。这就是天选之人。所以天选之人并非生来就被赋予光环，而是在经历了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之后，从内心获得力量和智慧，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。他们的道路并不平坦，而是充满着挫折和困难，但正是这些考验锻造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卓越的能力。比如性格跟人群有点格格不入，行为也常常令人费解，而且往往历尽坎坷，情感不顺，甚至颠沛流离，孤苦伶仃，但他们最后往往取得非凡的成就。其实古今中外，
凡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人，往往都是来自天上的孩子。天选之人是怀大愿和使命来的人，天选之人是修行之人，他们历经磨难，表面看似普通，但他的能量场特别强大，而且这样的人不是能随意欺负和欺骗的。你要是欺负了他，你让他吃了亏，老天迟早会用各种方式再把好运加倍归还给他。天选之人给你泄露个天机，宇宙已经多次呼唤你，是时候回应一次宇宙的呼唤了。这一条天机和你的命运以及未来有关，如果你内在指引有缘分，请认真看完接下来的影片，你很有可能获得来自天启的智慧能量启示。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10年大运，这些大运不会集中在一个时段，而会在不同年龄段以不同形式出现。能否把握住这些运势，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实现生命的逆风翻盘。然在扶摇直上之前，必抖落满身尘土。没有负重之后，你的身体是轻盈通透的，你的意识是灵敏自觉的，你可以扶摇直上，你可以飞龙在天，你可以自由翱翔在精神的蓝天虚空。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有时候老天不断地给你磨难，不断地让你闯关，给你的身体与灵魂设置各种课题，其实是在开启你，爱护你，是在帮助你断舍离，帮助你清理磁场，盘活内在具足圆满的能量与智慧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不破不立，大破大立。只有彻底的清理，彻底的归零，与贪嗔痴的小我告别，与消耗自己的圈子与气场告别，才能进入更高维度的意识境界，呈现更加自由广阔的身心创造。虚实生白，一个干净纯粹、宽广辽阔的精神空间，一个整齐有序、和谐一致的身心磁场，孕育着无限生机，孕育着无限希望，必然能够吸引更多光明的东西进入你的生命，陪你在高维空间里生动舒展。天选之人，老天为了让他承担更大的使命与责任，为了让他拥有如不动的内核，更是会赋予他更多的磨难，更大的打击，甚至会把他置入绝境。从零开始，在万念俱灰中心死到生，在向死而生中脱胎换骨。正如先贤孟子所说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身不苦，福禄不厚，心不苦，智慧不开。老天会创造各种剧本与场景，磨你的身体，磨你的情绪，磨你的三观，磨你的事业，磨你的家庭，磨你的灵魂，直到你幡然醒悟，当下觉醒。让你遭受身体痛苦，是为了让你相信身体的智慧，
善待这个灵魂的居所，敬畏它，感恩它，热爱它，全心全意地关照它。让你经历财务负债，是为了升级你的欲望，提升你的认知，打开你的格局，让你进入服务奉献的利他创造频道。让你看见情感背叛，是为了让你打破情执，明了自己才是一切的根源，让你完全回到你自己，一心一意地向内成长你自己。凡事发生，必有利于你，一切都是来开启你、圆满你的。要心怀感恩，平和喜悦地接纳一切的发生，好的、不好的，顺的、不顺的，成败得失，照单全收后，深刻反省，就地转化，当下超越。一旦精神开窍，意识觉醒，你就会转心向内。越是低谷，越是要在心上下功夫，要好好做心的功课，行到水穷处，做堪云起时，绝境处反而要更加开阔自己，修意气风发，修精神的大气，修灵魂的无拘无束。越是艰难处，越是修心事。困境中坚持做这3件事，可以快速清磁场，提升能量，迎来人生转机。1. 走出去，养足精神。走出去，把心开出去，放逐于天地之间，神游于天地，借天地万物的能量，去看大海的波澜壮阔，看高山的巍峨挺拔，看蓝天的清纯，看银河的浩瀚，看江河奔流，看树木蓬勃，看云起云落，看万物生长。2. 立起来，开阔使命。立起来，从个人的成败得失中超脱出来，在更广阔的宇宙背景中，在万物一体的意境中，升级自己的人生使命，升级自己的事业境界。在集体进化的大背景中，凡事以利他为前提，把为更多人服务奉献作为人生的终极出口。3. 断舍离，接轨圣贤。断舍离，远离一切消耗精气神的无用信息，用圣贤智慧猛烈地填充自己，充斥自己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去看圣贤的书籍，听圣贤的声音，体悟圣贤的精神，真实模仿圣贤在遭遇挫折时的所思、所言、所行，长养浩然正气。你要明白，老天对你一切的磨难，对你的各种考验，都是为了让你有一天能够心包太虚，气定神闲，让你在万千变化中保持意识的高度稳定，如如不动，稳如泰山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开始自觉朝向这个方向，修心养德，人生自然光明。时机一到，必扶摇直上。当大运来临时，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天气的出现，它指引我们把握机会，如何听到并接住天气，对每个人的生命改变至关重要。你的道无处不在，你在找到，
岛也在找你。你看的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是岛，你听的每一首音乐里面都是岛，你见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是岛，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里面都是岛。你的道在想方设法地唤醒你，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，他一直在你的身边，只是你从来没有细心观察过。在浩瀚的宇宙之中，有一处神秘的光芒，它穿越时空的隧道，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。这束光芒我们称之为天启，那内在高维的指引，它如同心灵的灯塔，在你迷茫误入歧途的时候为你指引方向。天启并非神话，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真实存在，它如同一个超级英雄，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为我们指明方向，帮助我们找回初心，看见属于自己的正道。天启并非时时显现，它往往在我们生命的转折点处默默等待，等待我们去发现，去把握。那些能够启动神性觉知的人，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接触天启，他们如同拥有了一双洞察一切的慧眼，能够看清世间的善恶因果，明辨是非曲直。他们懂得在面对诱惑时要拉长眼光，看到长远的未来。他们懂得在做决定前要审视自己的内心，看清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。他们更懂得要抓住每一次痛苦的信号，因为那背后往往隐藏着天启的指引。那么如何识别天启，抓住进阶的机会呢？换个角度说，有一个词叫良知，和天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它会在我们生命的各种转折点出现，抓住了就可以解锁新篇章，逆天改命；抓不住，可能会卷入灾难，跌入万丈深渊。举个例子，有一群职业骗子，他们想把一个大学生拉入局，于是各种好处软磨硬炮哄他答应。这个时候，大学生可能会陷入一种双重矛盾的境遇中纠缠，觉得如果去做这行的话，能赚到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多好，这样家人和自己都衣食无忧。但内在还有一个声音说，不可以，这是犯法的，很容易把自己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前者是入魔的信号，而后者是良知的指引，是在救他。如果他能坚定地选择不与之同流合污，那么他就把握住了天启。如果他妥协了，铤而走险，那么他的恶果树就已经种下。和天启失之交臂。一、天启，上天给人的启示。天启是上天给人的启示，大病、破产、失败等看似不幸的事情，实际上都是天启，是上天的考验，引导我们开悟和觉醒。生活中的不如意和挫折也是天启的形式。如果你对现有工作感到内耗和不开心，那么这可能不是你的轨道，你需要在生活中耐心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多尝试不同的工作，感受不同的体验。
逐渐找到自己的轨道，培养敏锐的心灵，学会洞察生活中的机遇和道理，是接住天启的关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一颗静定的心，才能及时捕捉到生命和生活中的智慧，把握机会，在自己的轨道上，才能无限释放热情和智慧。经历、阅读，从别人教训中参悟，对吃亏、后悔、侮辱和伤害的总结和复盘，才能让人开悟。人生如10000米长跑，面对非议，要跑得更快，让那些声音在你身后消失。2. 宇宙法则的第2步，天启。宇宙吸引力法则的第2步是天启，相信老天爷的力量，发出寻找自己轨道的意识，宇宙会接收到这个信息，并给出提示。行动是关键，不行动一切等于零。宇宙吸引力法则的3大步骤，要求：相信、接受天启，及时行动，实现梦想。强烈的意识能决定宇宙对你的反馈度。天启的提示会以各种形式出现，切勿轻率判断。每个生命都有天启，重要的是不能沉浸在固化的思维模式中，否则会错失天启。培养敏锐的心灵，通过观察和思考，及时接住天启，改变生命状态。3. 天启是无所不在，至高无上的能量。天启来自高我的指引，是智慧的引领，是突然迸发的直觉，不是头脑的逻辑判断。宇宙中有一股无所不在、至高无上的力量掌管着世界，而你是这股力量的一部分。找到并运用这股力量，你将无所不能。这股力量是爱的力量。宇宙吸引力法则的本质是爱，越是给予，你越会获得更多；越是抱怨、指责、索取，你越会匮乏。感恩和爱让你获得更多的爱，指责和抱怨带来痛苦。人生的正面和负面决定你的生活质量。保持正面的思维和言语，做正面的行动，将会拥有幸福的人生。美好的感觉源自于爱，负面的感觉源自于缺乏爱。强化美好的感觉，吸引美好的人生。4. 人世间大考场中的天启。物质世界中，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，突破自己生命的限制，突破固化的思维模式，是生命成长的重要过程。敏锐的心灵和深度的感知力，能让你及时接住天启，迎接生命的蜕变。大家想一想，淄博烧烤为什么会火爆？人们为什么会从五湖四海赶过去吃一顿烧烤？从天道视角来看，其中一个目的在于告诉世人都在赶考，谐音即赶考。淄博是古齐国的都城，齐国的开国君主乃是姜子牙。姜子牙的时代恰恰和当下有对应。人间考试未结束前，人们都在做着不同的选择。就算上天的启示出现了，有的人选择信，
有的人选择不信，有的人则选择相信远高于人类的智慧存在。其实关于2020年郑州流行的孟婆汤，也是天启的象征，在这里就不啰嗦了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天启藏于日常生活中，表现在大事件的时间节点上。5. 天启藏于冥冥之中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人世间善恶同在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灾祸发生前，上天会有启示告诫世人，启发那些善念和悟性好的人，离灾祸越远，启示越隐晦；离灾祸越近，启示越显著。天启是道的表现之一，诺亚方舟和红眼石狮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天启的重要性。上天的启示可以通过普通人之手，以最寻常的方式表现出来。故事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。天启藏于冥冥之中，需多些敬畏之心才能发现。那么想要抓住进阶的机会，一定要做到这3点。第一，我们需要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。当我们面对诱惑时，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更要看到背后的代价。我们要学会找出因果链条，看清自己的选择将带来怎样的结果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做出明智的抉择，避免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会在本质上努力，而不是在现象上忙碌。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被表面的繁华所迷惑，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寻找真相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把握住真正的机会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第三，我们要学会抓住每一次痛苦的信号。痛苦并不是坏事，它往往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。当我们感到痛苦时，要学会停下来思考，问问自己这背后的天启是什么，它在告诉我什么。当我们把意识拉回到智性时，会发现原来痛苦是在提醒我们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是在帮助我们成长和进步。天启其实就是内在灵性能量，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挑战，都不要放弃自己，因为神性和天启会义无反顾地站在我们这一边，等待着你的发现。法不轻传，道不见外道，法宽也，只渡有缘人。天选之人，你一定要稳住，在光明的事业也要因缘具足。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，地不得时，草木不生，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，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，时运不济，再急也没用。不是你不努力，天道自有其内在运行规律，时运到的时候，那些符合趋势的良心事业会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牵引力，会推动着你去勇猛精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时候天地人和谐共振，你做起事来毫不费力，事半功倍，顺风顺水，犹如神助。这就是启示，这就是水到渠成，顺势而为，
你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。在低谷期休养生息，在筹备期潜龙勿用，守住自己的信念中脉，老老实实的向内成长自己。没有无缘无故的发生，一切的发生都是上天的考验，都是来帮助自己完成功课的，都是自己意识觉醒与圆满最好的祝愿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信念纯粹起来，把那些值得相信的东西牢牢定在身体的中央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视野光明起来，坚定不移地去做那些利己利他的事业，坚定不移地去做那些能够承载使命与热爱的事业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环境灵动起来，为周围的事物注入积极的意念，在和谐共振中创造崭新的新环境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家庭快乐起来，把轻松愉悦的感觉带回家，带给最爱的人，在欢喜中得到生机能量的滋养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身体蓬勃起来，让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生机，都超常运作，让内在的力量生生不息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精神透明起来，像干净的镜子，虚灵明净，没有所注地呈现一切的发生。静下来心，让自己的意识聚焦起来，把全部精气神专注于你的使命与热爱，为精为一，自觉自在地进行高品质的精神生产。静下心来，让自己的灵魂慈悲起来，天地同源，万物一体，一切都是你实实在在的身体，你只管身心归位，你只管建设你的内在工程，你是一切的根源，你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时机成熟，全然兴盛，你一定会扶摇直上，飞龙在天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你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跟着天气走。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轨道，迎接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